接下来看看美国了。美国的总统川普总是有不停的新的新闻可以被大家讨论呢，尤其是在把全球的600多位的军事将领都叫回来训话之后，结论如何？美国政府现在仍然在停摆当中，很多的美军是没有薪水的，他仍然坚持要主张要250周年的庆典是海军的庆典呢，仍然要扩大举办，仍然要照办不可。白宫发言人李维特帮他讲，由于政府持续停摆，大概有130位的美军是面临薪资短缺的，但他说坚信演出必须继续。美国海军已经为了这个活动筹办很久了，所以不能够让他们失望。尽管民主党无能，3军统帅又要成为海军史上规模最大的庆典哦，就是要扩大庆祝。但是呢，以美国能源部部长所公布出来的消息，现在政府停摆，光是这个资金，核安管理局持续可以运作的资金只能维持大概8天。那这里包括有核能，还有海军核动力系统等等，都出现了重大可能的危机。那尤其是只保留少数人员的话，8天后更是只能有基本的维运在其中，会不会是一个危机呢？而连在加州举行的这个航空展呢，差点都没有办法举办成，因为呢，这些军方的飞行没有办法来参与，最后还是靠着加拿大的雪鸟飞行表演队才有参与哦，才有办法顺利完成，否则整个航展就要停止了吗？那成本效益很高的监控工具，现在美军却被迫要拿来使用，之前记得吗？那个气球啊，曾经引起很大的冲突啊，用各种的战斗机去打它。现在美军成为监控打击的主要的战略性资产，要来做的吗？那本来是2战之后已经被弃置的，美国现在反而要把它重新挖出来，当一个主要的侦察敌情的工具吗？而美军各种的要求呢，跟我们实际上想象的都不一样哦，不是要求他军容壮大，现在是由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的哦，对于军队的仪容要加以管理，认为蓄胡子啦，还有这个留长发都不行，甚至嘲讽为胡子佬胖将军。这项政策呢，引起了这个内部非常大的反弹，尤其是锡克教的士兵哦，他们在信仰上是要求要保留头发跟胡须的。那现在就必须在这个部长要求面容要很干净清爽的要求底下，要做出服役还是退出的选择，是不是有可能会引爆美军的大规模退役潮呢？除了昨天看到有几个这个上将2位直接已经辞职退休之外，正是有直接被开除的，这位是海军幕僚长哈里森。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直接公开宣布解除了幕僚长的职务，说呢，这个谢谢他的贡献啊。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新任的次长，叫做高雄，要帮他请入新任的海军副部长。看起来也有更多的人士需要在这个内部，不管要砍人啊，还是要用成自己的人马啦，正在持续进行当中。而在大陆的部分，央视很罕见的公布一个消息，这个新闻画面是14年前的画面，歼20首飞的画面，却在这个时候公布出来。那央视画面显示，这是在2011年的1月11号的时候，歼20技术验证从成都的温江机场飞起，然后一直到了抵达各种的这个航线要求的范围之内，那甚至18分钟之后平稳着陆啊，圆满完成。这个时候来发布这个消息，说试飞员还很激动，说还没有飞过瘾就已经下来了。对比之下，现在最新的战机叫做歼35跟歼35A 也首度的公开亮相。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在告诉大家，这快速的歼20到35之间的跃进是有多么的大？因为这次公布的这个机型呢，公开提到歼35的3大核心技术，包括隐形啦，重点是要让对方看不见，川普讨厌不好看的啊，但是就是让他看不到啊。那尤其是要高度有小体积实现的信息化双模式等等。那总之这个亮相都在展现对于空军系统军力的大跃进。另外还有福建舰跟山东舰三亚罕见同框咯。那么10月18号传出入列海军对应的这个系统呢，让外界也不得不更高度的来关注，符合说包括10月18号是不是就是军方向来很重视的纪念数字的习惯呢？华尔街日报报道，还有一个新的科技，是中国大陆的军方新型的水下无人系统诞生了。这种叫做颠覆性也智慧化的形容词，是说这个无人的航行器可以组成协同作战网路，而且能够秘密部署、封锁各种的关键航道，自主识别这个目标
发动饱和攻击，非常的 AI 智慧化嘛？彬哥，川普本身他就是一个典礼控，所以他怎么可能会轻易放弃举办典礼？而且他向来就喜欢那种很浮夸的、很这种夸张的这种东西，所以他不管怎么样，他都会去办这个。所以我相信这250周年典礼他一定会办，而且会能够多夸张就多夸张。可是我必须说，川普根本不在乎这些金钱怎么花。那现在是很头痛，就是因为现在美国联邦政府下档，那下档的情况下，那当然很多经费啊这些相关的东西都会出问题。可是我觉得川普不会在乎这些东西，他可能反而会趁这个机会去大砍一些他认为根本不需要这些冗员哦。那我觉得美国政府大概也就只能够这样子办。那至于说气球其实很多国家一直都在研究，大家不要以为气球是落后的东西，气球在现代还是有很多的作用。那包括飞船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类似的。我觉得其实包括我们都有在研究这些东西啊，这个在未来是有很多发展空间的，因为它价钱便宜，滞空时间又长，它也可以做很多的相关的侦测。大家忘了吗？当初那个拜登政府时期认为说中国大陆这些气球是来征收的，结果说要打它还打不下来，因为太高了，所以它比一般战机的作业的空域高，所以气球其实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那至于说赫格塞斯，他当初特别去讲说啊，对那些很胖的啊，或者留胡子的啊，那个这些我们不是什么那种北欧异教啊，其实他当时在指的其实就是讲锡克教徒。那个大家心头很清楚，因为美军军队其实是本来就有规定，就是服装仪容里头你不可以随便留胡子。那但是对锡克教徒，因为他们宗教的关系，所以美军后来特许你如果是锡克教的人，你可以留胡子。但是现在赫格塞斯的意思就是，我根本不会承认过去这一些多元种族化政策，我反正就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你就是要听我的。所以他这个命令下来之后，我相信这些锡克教徒到最后就被迫要在宗教信仰跟他的职业中做选择，这恐怕会激起很多问题出来。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川普跟赫格塞斯两个就是大搞个人崇拜，他们希望整个军队对他们个人效忠，而不是对美国效忠。这个对美军的价值会产生很严重的偏差，我觉得陆陆续续这些冲突都会出现。那你也可以看到，解放军这几年最大的特色是什么？过去解放军提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包括他们的武器、什么参数啊、性能的，全部都讳莫如深，他都不跟你讲。但是这几年你会发觉他越来越有自信，很多东西就直接官方公布影片给你看，也告诉你我们有哪一些特色啊这些东西，这代表他什么？他的自信心越来越强，他对自己的实力越来越有信心。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当然就是一个警讯，因为当人家一直不断在进步的同时，我们在干嘛？我们的海鲲号到现在到底如何？你看，在那边海试了这么久，连潜下去都没潜过一次，现在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人家是健步如飞啊，我们是蹒跚倒退，这个是非常糟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相关的东西不要再自欺欺人，要赶快去把这些相关的问题做解决。如果没有办法解决，要诚实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海鲲号预算在他们自己都大幅减列，那表示他们自己都预期情况整个不乐观。那请问一下怎么办？人家未来解放军水上、水面，然后水下，那甚至空中各式各样无人机具可能都会出来，这些未来在战争中可能都会出现。请问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人家的这些挑战？上次汉光演习，我们完全几乎没有针对这些东西做过演习。那请问一下，未来到底要怎么办？我们真的应该要赶快集中力量，想办法出来了。小舰长看到川普跟新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对于美军的大清洗吧，不管仪容或者是所谓的要不要裁员等等，您看起来应该也是感觉很不可思议吗？其实美军透过了这么多年的 DEI 啊，也就是多元、平等、包容的这一个过程之后，其实美军现在的军力是一个问号啊。那刚刚讲到说有胖将军啊，真的只有胖将军吗？其实还有胖士兵啊。我们看到今年的6月15号，陆军的美国陆军250周年进行的阅兵的时候，我花了3个箭头啊，大家仔细看，这些人不是有小腹而已啊，他是有个肚子，那可能跟小舰长的肚子其实是差不多大的。所以其实这个地方表示的是什么？也就是他的部队实际上来讲，到底现在的战力其实是存疑的啊。那这是我们看到解放军有关于他在2019年的
时候，它的一个水下无人载具啊，那个时候的名称叫做 HSU-001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载具？其实大家不要想得太远啊。之前还有人看到这种载具，说这个是什么波塞冬的这一个核子鱼雷，我说怎么可能啊？那个，但是呢，大家一定要硬要这么讲。但是后来我们看到93阅兵，我们就证明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些水下无人载具针对的是哪里？针对的就是台湾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啊，有关于台湾海峡啊，或者是第一岛链内，其实都涵盖在内啊。我们看到红色的部分呢，水深20公尺；黄色的部分呢，水深40公尺；绿色的部分水深70公尺，代表的是什么？水浅啊，水很浅。所以我们之前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核动力潜舰，为什么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它多半浮航通过？原因就在这里啊。那大家不要想说，哎呀，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军力什么？不是，那是为了它航行安全而已。那也因为如此，他们开始扩大的研发这个水下無人载具啊。那这是我们在今年9月3号所看到的一个水下無人载具。如果大家仔细的看的话，你就会看到它的这一个类似桅杆的结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也就代表它的征收能力越来越强。我们看到的第一根呢，这个跟之前我们刚刚讲到的2019年的其实很相像，它其实应该就是个光电征收系统。那第二个呢，应该就是个光达，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们的这个无人舰艇，例如说是这一个虎鲸号上面也非常多的光达。那第三根呢，如果按照它的构型来看的话，它应该就是这一个电站的征收系统。那第四个这个桅杆呢，它就是这个定位系统以及它的传导系统啊。那真正的这个水下定位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这是2019年的论文，他们已经完成了验证了。2019年我们看到的这个论文，代表前3年它就已经完成了。那正如刚刚那个韩明哥讲到的，那么我们的这一个海鲲号现在到底是怎么样呢？人家都已经使用水下无人载具，而且它的水下无人载具，我们刚刚讲的只是征收用的，它这个是可以布雷用的啊。那这个布雷它叫做新型无人布雷系统，也就是它中间这里其实是有个槽可以打开可以布雷的。布什么样的雷呢？布这个囊夹式的自走雷，也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水雷大家都认为沉雷是沉在水里的，其实现在水雷最进步的，也就是它平常是沉在水里的，当它符合它要攻击目标的时候，它就打开来变成鱼雷向上攻击了。所以当解放军进步成这样的时候，其实国军要想一想，我们现在到底投资了海鲲那么多钱，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朱老师，美国政府又关门了。那这一次看起来，川普不急不徐啊，觉得好像不着急。过去都看他赶快游说，要跟议员去沟通，现在他就直接照样的运作，做他自己想做的事，连这个所谓的游行活动照样进行。我觉得川普可能觉得机会难得啊，刚好利用这个政府关门啊，把一些他认为要删的部门啊，刚好赶快删掉，特别是受到觉醒文化荼毒的部门啊，当然是优先删除。我认为这可能是他打的一个算盘，因为事实上他可能也想用这个机会让美国民众感觉到说，政府关门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那这个就可以让他的小政府的构想能够更进一步的去推动。当然，这次政府关门主要还是因为民主党跟共和党针对这个健保的问题啊，因为他的这个大而美这个法案呢，砍掉了很多这个健保的经费。那民主党的议员就认为说应该要把这些经费拿回来，然后共和党就说那这些经费实际上就支付了一些非法移民的健保需求。好，就不管如何，他们两边吵来吵去，最后就卡在那里。那其实讲到这个川普要庆祝这个美国海军的这个250周年哈。那非常有趣哦，为什么？因为川普很喜欢做这些大的庆典啊。但原来大家看到说，美国海军居然在1775年就已经成立了，所以现在才刚好是250周年嘛。那美国其实你去看140年啦，240年啦，或者是这个225年，因为225年刚好就是2000年嘛，都有庆祝活动，所以庆祝活动并不特别。特别的是，川普做了特大的宣传，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而且他在宣传的同时，正好是他什么找这些海军的将领来训话，然后呢又在做这个海军部门的这个调整的这个过程。他这个时候要庆祝，当然就有特别的意义了。包括他又提出来说，他说美国海军应该重新把90年代那个时候的那个主力舰拿回来。他说为什么主力舰要拿回来？他因为你们现在制造就是你们造的这些逆中舰啊，他讲的是美国海军造的这些逆中舰太丑了。我觉得要漂亮一点，像以前那个主力舰看起来就很漂亮，大家就傻眼了。因为现在主力舰4艘啊，所谓爱荷华级的4艘主力舰都已经变成博物馆级的这个古董了。你现在再把它解封，然后重新拿回来用，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啊？到底堪不堪用啊？会不会变成海上的这个标靶了？所以这个当然就是大家觉得这个黑人问号一堆。那同时，其实川普现在呢？还有另外一件跟让军方觉得也很头痛的事情是什么？他把有一些地方的这些所谓国民警卫队把它联邦化，之前是在奥勒冈，现在是在伊利诺州要派到芝加哥去，这些也让大家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啊，因为在奥勒冈州这个法官都已经说，你这样是违宪的，你越过你的权限，而且奥勒冈州那个法官还是当年川普任命的。他都出来反对，他已经这个法院的这个决定都认为说川普这样做是违宪的，结果他还是照做不误，这个也会让美国的军人的角色发生混淆，就到底你军人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对内的对付这些动乱的，还是对外的对付这个外国的这个侵略者？当然，最后要补充一下，这个高雄，他不是跟我们高雄没有关系啊，跟台湾人没有关系啊，他是越南人，而且呢，他是这个已经在美国海军服役了25年，选过参议员，选过州议员、众议员。那现在呢，当然因为他跟川普的想法一致，所以现在就被任命为这个美国海军的这个助理部长啊。他就因为他是美国海军次长了，他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Under Secretary of Navy。好，接下来看看在美中的各种对抗里头，教育这一环，有一个新的变化吗？这个是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美国呢，它的大学在全球的各种电脑啊、资讯啊、AI 相关领域都是很名列前茅的。但很意外的是，现在产生的变化吗？在好几个项目的里头的这个 ranking 排名里面，全球高校排名。电脑科系的榜单中，成绩从美国新闻跟世界报道到这个 CSR 的 ranking 等这些榜单呢，发现清华大学都取代了这些美国的学校吗？包括了清华，甚至超越了长期领跑的卡内基相关的大学啦，还有上海交大、浙江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等啊。那 CNN 就点名说，美国的 AI 是不是已经过度的封闭？大陆的各种创新能力都要全面领先了吗？他特别呼吁这位 CNN 资深主持人扎卡利亚特别呼吁，美国应该要认真起来了。美国如今在政治跟战略上都处于迷失的状态，如何优化路径，整装待发的中国大陆已经逐渐的超越美国。科技在中美最重要的竞争领域里头，看到了机器人啊，包括了 AI 啦，很多的13项关键技术，在报道里都显示有5项处于中国大陆领先的地位。那么大陆方面跟美国这次的关税谈判很意外吗？可是持续本来以为会是晶片为最重要的关键，整个新闻发展下来，发现大豆反而是川普心中的重中之重。因为美国大豆的出口暴跌的情况之下，农民这些区域的农民都是他的川普重要的选票来源跟区域，因此呢，现在看起来陷入绝境的美国农民试图要想办法找出替代的市场，却让川普非常的焦虑他突然间又连续的不断的发文，这个发文里继续川式语法都是大写 ，I will never 如何如何如何，重点都是说我绝不辜负我们的农民，我爱我们的爱国者，每位农民都是真正的爱国者，让大豆跟其他农作物再次伟大。什么在川普的口中？美国再次伟大，所有的产业都会再次伟大。那为了要安抚农业州这些支持者呢，现在整个分析里头，这个是港媒的分析，认为这些发文跟不断的多量的发文的讲大豆的意识呢，更是呈现了他的焦虑状态。
或者也是算犯了谈判的大忌吗？上谈判桌之前就露出了自己的焦虑跟自己的盲点跟弱点，而大陆呢，就最近即将要揭晓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外汇存底跟黄金储备数据，分析师都认为，人行在持续增加黄金的持比，仍然是大方向，卖债券、卖美债、买黄金，所以黄金再度的连续10个月增持，也让黄金价格不断的攀升，而川普很忙啊。那对于想要造神啊，想要办大的庆典活动啊，民众的消费物价不断的攀升，甚至连万圣节，一些家长在报道里面说，连万圣节的饰品都买不起了吗？不断的飙涨，说是比恶鬼还恐怖的就是涨价。一名美国母亲说，我的6岁孩子想打扮成这个《阴尸路》里面的角色卡尔，就光买那个有牛仔帽就要台币大概900多块钱，感觉到难以负担。甚至川普想的是什么？明年准备把美元1块钱的硬币上面的肖像换成川普。那美国财政部说，这可不是假新闻，真的规划这样做。2026年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时候，就准备要发行吗？但是其他的分析在批评恐怕这所谓真的要做的事情却是违法的，因为从1866年起就制定了一个法令，是美国因为避免成为让现任的总统政治人物变成炒作的对象、政治领袖的崇拜，所以呢是限制任何在世还活着跟任何去世后2年之内的前任总统肖像变成货币的。但显然川普现在是硬干，非要不可喽。英哥，这个中国大陆它的学校，包括在电脑方面领域、AI 方面的发展，本来就是在全世界算是一个领先集群。那这几年更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这方面慢慢处于劣势，所以这也是美国必须要去思考，它到底要怎么样去扭转这个劣势。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这几年其实陷入政策就是摇摆不定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到底要全力发展什么，好像美国自己都没有想清楚，所以他们只是不断的用各种方式去限制、去压制中国大陆的发展。可是他们自己要发展的目标好像并没有非常明确，所以我觉得这是美国人自己要去思考的。那至于说这个科技方面，中国大陆当然是在急起直追当中，甚至在某一些领域，它已经超越了美国，这个都是无可争议的。那不管你再怎么去贬低中国大陆，人家的发展就是实锤的摆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可以假装看不见，但是人家就是在发展当中。那至于大豆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无解了，因为什么会有1半以上的大豆没有办法销出去？因为过去这1半以上就是中国大陆在买，那现在中国大陆今年就是不跟你买，因为中美之间谈判没有办法得到结论，所以中国大陆当然不会去跟你买这个东西。那在这种状况下，你川普不管再怎么叫，或要怎么样再让大豆农再次伟大，我老实说，川普还不如直接告诉大豆农吧，你们未来可能要转做，因为我讲实在话，中国大陆可能他就算未来重新恢复跟美国采购量，应该都不会太多，因为他要分散自己的风险嘛，因为不知道你美国什么时候又拿这些东西来威胁我，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大陆一定以后对美国的采购量一定是大幅减少。那在这种状况下，那美国生产这么多大豆，你去哪里找替代的那个销售者？你找不到的啦。因为中国大陆就是全世界最多人口之一啊，印度又不会跟你买，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国家能够买？根本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川普应该要告诉农民实话。那他越急，对习近平来讲，对中国大陆来讲，我当然就越不急啊。你急你的好，反正你越急，我在谈判里头就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那你川普就自己去着急吧。那至于黄金，老实讲，最近市场上黄金价格又在上扬，为什么？因为大家对经济的未来都充满不确定性，不知道川普这个关税这样恶搞下去到底会怎么样，所以大家对黄金都是在买进。那中国大陆，很多人很喜欢去炒作说中国大陆哇最近一直买了多少黄金，其实你知道吗？以中国大陆的整个国力跟规模来说，它黄金其实太少，它现在全世界排名才第6，连意大利、德国都比它多。所以以它的经济规模，它至少要是现在的 double 以上的黄金储量。你知道美国多少？美国8000多吨，中国大陆只有2000多吨，所以差距很大。所以我觉得他买黄金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没有什么好意外。那至于说现在，当然也因为川普跟中国大陆谈判谈不下来，所以它很多的东西在市面上就越来越贵。那越来越贵怎么办？无解，因为关税战一定会出现这个状况。
那至于肖像的东西呢，我跟你讲，川普一定会想办法去做这件事，就算违法，他都会想办法绕过去，因为川普就是喜欢搞个人崇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中经过了5轮的关税贸易谈判，那么现在是不是川习即将要谈判的重点看起来就是大豆了吗？周老师，好，那基本上来讲呢，因为去年中国大陆进口这个美国的这个大豆占美国出口的45%，所以大家今年因为关税战，然后它停止进口，当然对美国这个农人带来很大的冲击。可是呢，我们要注意到几件事情啊。第一个，就说美国这个冲击其实不是只有大豆，就是不是只有中国市场关闭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川普严厉打击这个非法移民。那非法移民是过去像这个美国农业部门收成啊，或者处理很多事情它必要的这个帮手。你现在这一块没有了，他又要垫高它的成本，然后因为大豆卖不出去，所以他现在又要去建仓储。那最近又美国说要这个要纾困这个阿根廷，就阿根廷把大豆卖到这个中国大陆去，所以这个雪上加霜，大家更加的气愤。那其实大豆主要产地很多都是共和党，都是在这个上一次总统大选投给共和党的，那包括伊利诺州。现在川普说要派这个部队到芝加哥去。可能也是移转一下大家注意力，说，你与其关心这个大豆的这个农夫，不如来关心这个芝加哥的犯罪。那我现在川普就提供这个国民警卫队来解决。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中国大陆没有进口大豆，对美国的这个农民产生巨大的影响，可是对美国的商人是不是真的就有这么大的影响呢？因为其实巴西跟阿根廷的这个大豆出口有很多也是美国企业的这个采购。所以说，因为美国像美国孟山都，全球最大的这个粮食出口商，他们可能就控制了很多在阿根廷跟巴西的这个出口，所以说不定美国商人还是赚了不少钱呢。那当然，如果这样子的情况让这个美国的农民了解，那更是生气啊，对不对？相对剥夺感啊，就是说，有人赚钱，但是一般农民反而亏钱了。所以为什么川普现在要非常着急的原因，就是说这种相对剥夺感，就是当初川普可以崛起的原因嘛。就是这些工人，谁把你们的工作偷走了？是中国大陆。结果现在发现到是什么？是他的关税战把他们的这个生意偷走了，把他们的生计偷走了。所以当然他赶快想办法做出各种动作来解决。那不过在他跟习近平见面以前，这个一定要谈好，要不然来不及了，因为都是在10月就要采购完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教育及国力，一个国家究竟有多少的好的竞争力出现在学校里头？因为清华大学在大陆的排名现在领先了很多美国的学校的时候，电脑相关科系引起了关注。蔡院长，以往啊，这第一名啊应该是卡内基美容，可是今年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清华大学。那其实这一个呢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以及CRS Ranking， 它其实也就是给明年的那个高中毕业生做出建议，也就是现在的排名是如此，那你的未来的志愿可以这样填，或者是你的未来该怎么样选择啊？那我们看到啊，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年所看到的第一名，其实就是清华大学，第二名卡内基美容，第3名呢，也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第4名就比较特别了，它是浙江大学。那浙江大学其实大家以往不太注意啊，那但是我们讲到最近几年啊，中国大陆它因为产业的关系，大量的使用 AI， 然后它用国家的举国的体制来推动，所以就变成整个市场的导向啊，其实需要这样的人才。那再加上他们这个学校里面原来的投入啊，如果我们看今年的一个新闻报道的话，这个浙江大学它完成了一个新一代神经拟态类脑计算机啊。那这一个计算机呢，也就是它竟然取名字叫悟空啊，也就是它的动作要跟悟空一样快。刚
统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最新话题、国内国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第2小时陪伴我们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台大政治系教授左登东老师。浅秋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小舰长。祝大家月圆人团圆，人不要太远。好，然后来看看日本的最新选情，跟台湾当然息息相关。日本的自民党主席啊，选出来最新的人选是高市早苗。那我们的民党政府呢，非常的开心，立刻他认为跟我们相对的友好，以至于这很早就大赞高市早苗是台湾坚定的友人。赖清德也第一时间就发出了贺文呢，在社群上面也发文说，以日文祝贺他，盛赞高市早苗是台湾坚定的友人之外呢，在4号登场决定的自民党党主席，当然接下来应该就没有意外会成为日本的首位女首相。赖清德希望他台日能够落实更安全的印太关系，但是高市早苗当选的自民党，哇，真的这么值得庆贺耶！包括了王定宇发文，哇，显示日本主流民意对中国的疑虑。陈冠廷委员也说，民党有事，日本有事，这一句话有可能就会在高市早苗任内成为政策吗？那对于中方来讲，这是第一次很罕见，在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罕见发出了声明。他的声明呢，特别呼吁高市早苗能够恪守历史以及台湾议题上的政治承诺。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形容词，因为在大陆的媒体还有社群上也发酵，就说他是一位反中首相，靖国神社一直去参拜，然后同时呢，对于中日战争各种的言论呢，都让大陆网友认为他是超右翼反中首相。那礼拜6当选后的记者会上，第一个被问的问题就是这个，请问会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呢？他的回应是，他选择会在适当的时机再做出适切的判断，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马上做出选前他那么强硬的谈话，因为选前这一段非常强硬的谈話在微博上是非常的热烈疯传。听听这段画面。計り知れないほどの怒りを感じられると思います。私も同じです。日本列島を強く豊かにして次の世代に送る、その責任があります。拘束されている日本人、一刻も早く、そしてわけのわからない法律の詳細を中国、北朝鮮、ロシア、非常に接近して、日本は核の最前線に国土を構えています。情報力であり、さらには軍隊力です。今やらないと間に合わない。这段谈话当然是把大陆跟俄罗斯北韩全部连在一起，然后认为是要迎战中国。而这位首位的日本女首相即将要出任吗？所以高市早苗成为自民党的女主帅之后，大陆的媒体认为日本恐会迎来100年最保守的政府，对美到底会怎么样的经济政策来因应？他第一时间是说了，他不会改变先前所有的签的协议跟决定，但市场普遍的预期，他会走向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使日元再度的走弱吗？而在军事领域上，他主张要彻底突破和平宪法要求赋予自卫队更大的权力，公开的宣扬日本应该重新获得宣战以来实现国家正常化，那当然就是把军队的权力拿回来。他甚至直言，真正保护日本的是自卫队，美军呢只是辅助而已吗？所以所有的主张这个时候真的上台之后就要面临挑战。他也曾经主张要因应新形态的战争，包括了太空网络这些无人机，要改善自卫队官兵的薪资啦，要跟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跟印度成立一个像类似协防的概念，有实质的防卫合作，那这些国家就可以军事互通，各种的联盟来做准盟国的合作关系。他上任之后还会坚持吗？不知道，但看起来我们的赖总统是不是急着也想要去修补跟美国的关系吗？因为呢，在所有的华府的言论，包括外媒，包括学者智库都这样看，认为台湾失去了川普，所以这样的言论在发酵之外，日媒也披露了赵怡翔。那么刚刚升任到了国安会的副秘书长，他是不是特别衔管到衔命到了美国去？目
目的就是要帮助赖清德询问有没有可能出访巴拉圭、瓜地马拉，然后过境美国。结果蛮快的，我就看到一篇否认的报道，就说哎呀，并没有要谈过境的新闻，是不是代表完全否认？是不是代表像上一次的模式一样，就代表这个谈判或者是探寻的可能性已经谈崩了或没有了呢？那美国的前国务院资深顾问他的看法是，川普将在明年访中，为了避免风险嘛，马上 APEC 也要跟习近平见面，所以呢会把所谓大规模军售跟高层过境议题放在次要的位置上，所以这个时候去谈的确是比较不利，相信川普会更看重北京之行。韩国媒体的报道是认为，川普准备要在 APEC 峰会之前跟习近平见面，但是有一个变数是什么呢？也就是在韩国突然出现了蛮多的抗中的示威游行，反中游行里头取着拿了很多标语，都是支持美国、反对中国。偏偏李在明最近的确有很多措施，包括要让陆客到韩国去免签等等的措施呢，同时发生。因此，李在明自己也担心哦，他说，因为这样的仇恨式的、对立式的、这样有企图心、有意图的这样的抗议呢，让他担心习近平会不会就因此不出席 APEC 呢？那这样的氛围也风雨欲来，现在就在 APEC 前夕产生了变化。彬哥，高市早苗当然他一直对台湾都相对友善，那他也是继承安倍的所谓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种想法的人。那可是这样，他上台之后就表示，这个台湾会更安全吗？恐怕不会。我觉得搞不好刚好相反，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主张的人。那大家也都看到，他居然说他受够了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对他当然也会非常的就是针对性的东西，谨慎因应。对，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有一些过激的行动的话，反而可能会造成台海之间的不稳定。这个是台湾必须要去小心谨慎预防的，因为他其实之前就已经讲过了，他希望能够跟习近平会面，去商讨台湾的事情。你觉得习近平会想要跟他讨论台湾的事情吗？恐怕绝对不会，他会觉得你根本就是多管闲事，根本不干你的事。所以我觉得高市当然他上台之后到底会怎么表现，也要再看他的实际行为而定。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人他不在位的时候，他的主张是一回事；他上去之后，可能主张的是一回事。必须调整，对，他必须要去调整，因为大家知道他是日本会议的成员，日本会议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他如果把他在日本会议的那一套全部拿出来的话，我看不只是中国大陆会跟他翻脸，韩国也会跟他翻脸，日本美国也会跟他翻脸。这个恐怕他很多东西都需要去调整，如果不调整的话，恐怕他的上台会是一场灾难。那王定宇说，这代表日本主流民意对中国的疑虑。他是自民党选出来的总裁，他又不是整个日本人选出来的。自民党现在在日本也不是多数啊，对不对？他老实说，他现在到底会不会成为女首相都很难讲，因为如果他没有办法整合其他的在野联盟的话，其实说真的，他也不见得一定会当首相。所以王定宇到底搞不搞得清楚啊？不要每天在那边睁眼说瞎话，好不好？真的，我觉得王定宇这个人真的是很糟糕。那至于赵怡翔，老实讲啊，他如果去美国没有去谈到这个赖清德要出访的事情，我还不太相信。他们一定很想赶快能够把这些事情敲定，因为赖清德上次这样子搞，其实是蛮难看的。请大家不要忘记了，巴拉圭总统是实际上帮我们宣布了，说我们要去访问了，结果到现在都没成型。所以这其实是一件很难看的事。我相信赖清德一定很想赶快把这件事情修补回来，让他能够风光出访。问题是现在这个时机根本不对。你觉得川普会想要在这个时候去碰触台湾的相关问题吗？我认为川普一点这种想法都没有。所以你现在这种时候去谈，我看大概是吃闭门羹的机会居多。那至于说川普这边报道说他希望在 APEC 之前跟习近平会面，怎么会面？难道他们在首尔会面吗？不可能吧，习近平不会干这种事吧？老实说，为什么双方现在会面会推迟到明年？那个川普才有机会去访问习近平，就是因为中美之间根本很多事情都没有谈定嘛。他没有谈定的话，唯一比较有可能的，就是在 APEC 可能来一个会外会，双方就是遇到的时候大概聊几句。你其他的情况下，你说正式的会谈，我觉得习近平是不会接受的，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川普说风就是雨，然后很多东西他今天保证了，明天可能就黄掉就变卦。
那这样的人你怎么能够随便跟他见面？因为你跟他见完之后，他一定出去大肆吹嘘，那很多事情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搞定。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你说第一个要在 APEC 前会面，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那你在 APEC 的时间到底会不会有会外会都很难讲。那尤其是南韩现在正在发起对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反对的这样的一个风潮，对李在明也一直不断的在压制这些声音。如果南韩的局面是混乱的话，习近平搞不好连 APEC 都不会去。那在这种状况下，他又要怎么跟川普见面？钟老师，日本这几年的政局也是相对非常的动荡啊。刚刚石破茂要被换下来，换上了这一位，您刚刚广告时间特别请教您，其实意外的。那本来在各界不见得完全看好是他的情况之下，对，因为其实安倍的这个力量啊，第一个他面临到就是说在岸田时代那个时候解散派系，然后因为这个政治现金的问题，其实安倍的这个很多议员，安倍派很多议员其实后来是没有当选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安倍的这个力量也不是说全体集体的去支持高市早苗，所以原来在选前大家不认为说高市早苗一定会当选，虽然他呼声很高。那么这一次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得到了麻生的支持，麻生派系是这一次是自民党内目前唯一还存留的派系，就是他明白的是一个派系，只有麻生还留着。第二个，麻生在选前呢是告诉他的这个派系的成员说，要支持那个获得最多党员选票的，而高市是获得最多党员选票的。但事实上，你看高市后来的，因为他在第二轮的决选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党员票其实是不如这个议员票啊，就是他国会议员投票加上这个党员投票，可是党员在第二轮的时候只有各县他有各县1票，所以加起来只有47票，可是党员有200多票，议员有200多票，所以换句话说是众议员里头，他们认为说高市呢有助于他们把导向参政党的这一群选民把它争取回来，所以他们支持了高市。所以从这里头也可以看到，自民党现在的生态其实是很特殊的，就是众议员他们有很强的这种自主性，而他们也看到了整个日本社会向右倾的这样一个趋势。那当然，现在高市当然要面临第一个挑战，就是说他的右倾的路线能不能得到公民党的支持？因为公民党过去跟中国大陆关系是很好的，如果高市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那么公民党愿不愿意接受他作为首相，就是一个大问号。第二个，公民党现在对于高市的一些想法，包括说是不是要接受这个日本维新会所提出来要成立一个副首都，那这个公民党也有疑虑，因为在自民党这个执政的这几十年来啊，就战后就冷战结束这几十年，他都是靠公民党联合执政嘛。那你公民党如果不支持他没有办法担任首相的，所以说高市的这个政纲，他的未来的政策是一定会有一些修正。这是为什么他对这个靖国神社这个问题，他现在保持一个弹性。那特别再来就是看到这个跟美国的态度。其实你要说高市对美国强硬，石破对美国更强硬啊，石破讲话是更直白啊。那但是问题是，他还是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日本这从2次大战以后，就是在美日同盟这个框架底下才有它的自主性。你要跳跃这个框架，那除非你要日本要决定走向发展核武，就是美国已经放弃日本了，那么日本才有它自主的空间。但是我觉得美国不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美国会继续使用这个美日同盟。那这也就使得高市他的很多的想法呢，就变成还是要在美日同盟的框架底下来推进。这里头也就牵涉到对台湾的支持，对台湾的支持不可能超越美国给他的行动范围。更何况来讲，也要认清到一个现实，就是说，对日本社会是有这个右倾化的趋势，但是日本的国民是不是有准备要为了台湾打一仗？我觉得恐怕没有。这个意向没有这样子的意向，你认为他要对台湾要做非常积极坚定的一些支持，那我觉得我讲，特别是在军事上，那我认为这个也是要再打个折扣的。那至于像这个到习近平要访问这个首尔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很值得观察。为什么呢？因为本来看起来就是说确定应该是会出席，但当然韩国现在有一些变化。不过真正最大的变数，恐怕不是首尔，而是平壤。
啊，因为本来是双方在讨论，就是说习近平要国事访问到韩国、南韩，最后就是因为极有可能就是因为北韩的反对而取消。那么现在未来北韩是不是还会再施加影响力，去影响习近平访问南韩的这个计划？我觉得那个是下一步值得观察。小院长，我们看到在高市早苗当选之后，民进党上上下下一片欢天喜地，看起来挺台这样子的信心非常的强。但您怎么看接下来整个政局真的在日本会往抗中这个方向走吗？川普2.0的时候，民进党不是也是欢天喜地吗？可是我们看看现在，川普每一次讲到台湾的时候，后面都还有基体电路公司啊。他其实根本不讲台湾，他讲的一直都是台积电啊。那我们台湾的媒体啊，有一个专场啊，也就是哪一国的领导人选上之后，他们就去检视，就去爬书，这一个领导人是不是有曾经来过台湾？那他来过台湾的时候，他到底讲了什么话？然后用放大镜、用显微镜来看啊。可是他们忘了一件事情啊，这些人其实来台湾都只是先说说恭维话、客套话，那我们还真的当真吗？那所以我们这样子讲啊，我们看一看这个高市早苗，他当初他在竞选的时候，他到底讲了什么？其实他真正讲的啊，是我们这边看到的，这是他在24号候选人辩论会的时候，他写出来的一张图卡。他讲说，他要促进经济的成长，然后战略的危机管理投资，重点在哪里？重点就在经济嘛，我们一天到晚认为是军事，那其实这个不太可能啊。那另外呢，我们讲到说有关于军事的部分，大家都一直在讲说安倍晋三当初有多挺台，那也就是提到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可是当初台湾跟日本民间兵推的时候，有推到日本的自卫队来协防台湾吗？并没有，他们只推到撤侨为止。那我们讲到这两个，就是当初无论是高市早苗或者是小泉进次郎啊，他其实他在竞选的时候，他的政见其实大有不同啊。我们来看高市早苗，他其实强调的，也就是他要跟外国人、跟外国资本打交道，他这占了他所有言论的43%啊，这是根据 NHK 的统计啊。那如果是小泉进次郎的话，他讲的是他要内部改革，也就是对于党以及政治的改革，超过了50%啊。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高市早苗。那高市早苗其实大家一直都想要把他跟这一个安倍晋三连结起来，但是难道他不想走出自己的路吗？我们要想一想，他会不会走出自己的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另外的有关于小泉进次郎的部分啊，那其实他第二次选，那但是不断的累积人气，那之后是不是还有机会？我们大家拭目以待。